外媒爆出乌军开枪射击俄战俘膝盖，俄罗斯强硬回应。乌克兰的新纳粹主义有多猖狂？先说点真实的。3月28号，一段长达6分钟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以及巨大的争议。视频内容显示，乌克兰士兵朝几名俄军战俘的膝盖开枪，被捆绑的俄军战俘应声倒地，发出惨烈的叫声。虽然视频经过特殊处理打上了马赛克，但鲜血喷涌而出的画面还是依稀可见。据了解，这一视频的拍摄的地点位于哈尔科夫的定居点，乌军在此俘虏了一个俄罗斯侦察小组。视频中的乌克兰士兵也是操着乌克兰口音，讲俄语和乌克兰语，所以也尚不清楚到底是乌克兰军方的哪一组参战单位。这则视频是由国外网友传到网络上的，然后在网络上迅速发酵，乌克兰军方也是立即下场。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发文说，这则视频是俄军编造出来诋毁乌军声誉的。俄军也对视频回应称，大致意思就是俄罗斯军队从未做过这种虐待俘虏的事情。既然你们不遵守日内瓦公约，那我们也不遵守。乌军一听俄罗斯的回应，立刻调转话语，说一定要求下属严格军纪。乌克兰政府相当重视此事件，并会立即展开调查。有意思的是，从头到尾，乌克兰的国防部都没有对枪击战俘做出任何表态，反而一直称乌克兰的部队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众所周知，战争也是有规矩的，交战双方都不得虐待、杀害战俘，这是最基本的。但乌克兰军队内的新纳粹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可不会去遵守什么人道主义。俄乌冲突1个多月了，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普京此次对乌军事行动的目的？普京讲到，是为了保护8年来遭受基辅政权虐待、种族灭绝的人民，寻求使乌克兰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并将那些对包括俄罗斯公民在内的平民犯下无数血腥罪行的人绳之以法。虽然我们不否认普京的诉求不仅仅如此，但是其所说的乌克兰去纳粹化并非毫无证据的捏造。事实上，在乌克兰国内，新纳粹组织一直十分猖獗，对基辅、顿巴斯地区居民使用的武力也是屡屡突破下限，可以说简直是毫无人性的屠杀。乌克兰政府军队就曾用重型火炮攻击顿巴斯地区城市，并对地区居民进行无差别攻击，甚至还用上了白磷弹这种早已被国际社会明令禁止的化学武器。在每年的联合国反对纳粹主义提案中，乌克兰和美国就一直是唯2投反对票的国家。而在国际上臭名昭著的新纳粹组织亚速营也被乌克兰政府编入了正式国民警卫队。乌克兰的极端种族主义和新纳粹组织就在政府的庇佑下无恶不作，极右翼思想在乌克兰政府已经根深蒂固。从这次的事件不难看出，枪击俄战俘的乌克兰士兵很大概率是新纳粹分子。而乌克兰国防部、乌克兰政府一系列的态度表明，新纳粹在乌克兰官方的保护下不断滋生。